排骨便当剩下来的骨头，你会丢厨余还是一般垃圾呢？你曾经遇过不同地方却有不同分类标准的状况吗？或者是亲眼看过厨余被清洁队丢进垃圾车里面的画面，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厨余回收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你知道吗？台湾几乎可以说是整个东亚最浪费食物的国家。根据环保署的统计，每年台湾的平均厨余量将近62万吨。如果用70公升的大型厨余桶来计算呢，将近有1万座台北101这么多，甚至比日本、韩国都还要多出了20%。而且除了厨余超多以外，我们的处理方式可能也会让很多民众感到疑惑。依据现行的法规，厨余必须和一般垃圾分开，而且还有自己的分类方式，有的是生厨余，有的是熟厨余。可是食物的种类非常的多，光是要分辨哪些是厨余，哪些是垃圾，就已经一个头两个大了。大家好不容易做完分类，偶尔呢还会看到清洁队把厨余丢进一般垃圾堆啊，这样子到底为什么还要分类呢？分类的意义跟标准到底是什么？他们被清洁队收走之后又是怎么样处理的呢？在开始今天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入到工商服务时间。想要干净的居家环境，就得拼命的打扫，一天到晚扫地拖地，是不是让你光想到就觉得累？那就别错过石头 S8 Pro Ultra 扫地机器人。它不仅洗拖烘一起搞定，独家的双声让主刷设计，业界最强的6000帕吸力和每分钟3000次的声波震动拖布，更能够深层清洁脏污。此外，它也支援自动上下水，还有3D 结构光识别，可以精准闪避障碍物。更厉害的是，它还有10合1全自动清洁座，从补水、集尘、加清洁剂、洗拖布，还有烘干等等，通通都能由机器代劳，完全不用自己动手。即日起，石头科技双11限定超杀优惠指定通路，限量200台，只要29888，现省1万元，还加码充 iPhone 15哦。现在就点击资讯栏看看更详细的产品介绍和优惠活动吧。依照现行环保署的法规，厨余可以分成生厨余跟熟厨余两种。简单来说，生厨余就是未经烹煮过的有机食材，例如果皮、蛋壳、咖啡渣等等。因为生厨余很多都可以拿来堆肥，所以有的时候也会被称作是堆肥厨余。相对的，熟厨余就是经过烹煮的食物残渣，例如剩菜剩饭、动物的内脏等等。因为它可以被用作是养猪的饲料，所以也被称作是养猪厨余。不过，虽然我们可以依照有没有煮过来简单判断这个东西要算是生厨余还是熟厨余，但其实这里面还是有不少会让人迷惑的灰色地带。像是蛋壳、蚌壳类这些厨余因为感觉好像不能够回收，所以很常呢就被大家当作是一般垃圾直接丢进垃圾桶。而且每个县市的厨余分类方式其实也不太一样，所以很容易会让大家要分类的时候常常搞不清楚要怎么办。那虽然刚刚说到中央政府的环保署会公告生厨余、熟厨余的分类标准，不过各县市实际执行时，还是会依照地方制度法、废弃物清理法产生不一样的分类方式。比如说，目前只有双北有落实全市完全回收生厨余、熟厨余，其他的县市就不一定有分得这么细。像是在双北隔壁的桃园市，过去有一段时间呢，就是完全不会区分生或熟，所有的厨余直接混在一起丢。而且不只是分类的大方向不同，连回收的细项也可能不太一样。举例来说，新北市规范椰子壳、榴莲壳等等水果的硬壳都是可回收的生厨余，但到了桃园呢，这些就会变成不可回收的垃圾，不能够当作厨余。此外，同样是动物的骨头，绝大部分的地区呢都是一般垃圾，但是到了台北市却又被视为可以堆肥的生厨余。这种超级混乱的规范呢，让很多需要跨县市行动的人总是一头雾水。明明都是同一种剩食残渣，跨了一个县市却会有截然不同的分法，到底是为什么呢？各地的厨余分类之所以会差这么多，主要可能跟他们处理厨余的预算、机器设备或者是再利用的管道等等条件都不太一样有关。以桃园市为例，因为桃园缺乏了可以堆肥生厨余的空间，所以从2018年的6月到2022年的4月，就直接把生厨余当成是一般垃圾。那除了设备跟空间的问题之外，人力成本跟编制也是影响的重要因素。在理想的状况之下呢，垃圾车应该要有生熟厨余桶，但实际上有些垃圾车却没有分得这么细，有的甚至完全没有厨余桶，所以清洁人员就只能够让民众直接把厨余倒进垃圾车。尤其大家倒垃圾的时候，场面常常非常的混乱，忙碌的清洁队员可能没有办法看得那么细。要是有民众把厨余混进一般垃圾里面丢掉，通常也来不及制止。
根据环保署的分析，大概有65% 的厨余其实都没有被正确回收，直接被当成一般垃圾。而这些厨余因为有大量的水分跟盐分，所以当它们跟着一般垃圾进入焚化炉燃烧，就很有可能降低焚化炉的使用寿命。更糟糕的是，还可能产生有害物质带药性，进一步的污染环境，威胁人体健康。而且就算能够确实的做好分类，很多县市在后续处理厨余的阶段也会遇到各种不同的困难。首先，生厨余的堆肥程序总共需要大约4个月的时间，才能够让它真正转化成可以用的生质肥料。但这个堆肥的过程所排放的废水或者厨余本身的腐臭味都非常重，会严重影响到附近居民的生活品质。而熟厨余遇到的问题呢，主要跟2019年爆发的非洲猪瘟疫情有关。就像刚刚说到的，以前熟厨余呢都是被当作养猪饲料，偶尔甚至还会供不应求。但是非洲猪瘟爆发之后，基于疫情考量，越来越多人都改用饲料来喂猪。原本猪农抢着要的熟厨余瞬间乏人问津，只能够改送到掩埋场处理。但是掩埋场总会有堆满的一天，这并不是长远的解决办法。不过这边有个好消息是呢，最近几年在地方政府跟民间单位的努力之下，大家慢慢的帮各种厨余们找到了不同的出路，让这些菜渣还有剩饭能够顺利的开启第二春。近年生厨余开始转向发展成生质能源。2019年正式营运的台中外埔绿能生态园区，每天接收全台湾100多公吨的生厨余，透过厌氧发酵系统产出这个甲烷还有二氧化碳。而这些甲烷气体呢，经过活性炭处理之后，可以转化成生质能，让发电机发电。而至于熟厨余的部分呢，则是有赖一群虫虫大军帮忙。最近几年陆续有社区单位跟大学机构投身研究，利用具有腐蚀性的黑水虻来处理熟厨余。黑水虻这种昆虫呢，拥有非常惊人的食量，像是一间以黑水虻养殖为主的生技公司，就靠着自家6000万只左右的黑水虻，一天呢就能够吃掉约2公吨的厨余量。更棒的是，黑水虻除了可以吃厨余还拥有高蛋白的营养成分，很适合拿来喂养鸡只或者是做成鱼饲料。此外，黑水虻消化出来的残渣呢，也可以作为肥料2度使用，可以说是非常全面的天然方法。不过这些看起来蛮永续的解方也都还有各自的问题需要面对。比如生质能发电的部分呢，发电后会产生沼渣沼液，那虽然可以当成很好的农业肥料，但因为每天的厨余原料都不太一样，会影响每次产出沼液跟这个沼渣的品质，可能会让酸碱值、生物元素含量都不太稳定，因此呢，未必都能够直接拿来施肥。另外，在黑水虻的部分，因为目前的养殖规模尚未成熟，还追不上全台湾每天的厨余量，也还没有完整的法规，所以后续的应用可能也还有一段路要走。一开始我们想要做这个题目呢，是因为我们有一次无意之间发现台湾的厨余数量非常惊人，但后续被拿来有效利用的比例其实非常低。那么团队成员反省自己日常生活的习惯发现大家平常可能就不一定会确实做好厨余分类，而这背后的原因呢，有的人是因为懒，有的人呢是住家大楼根本不收厨余，有的是不知道怎么分类。当大家在分享自己知道的分类标准时呢，也惊讶地发现，原来不同县市的认定处理方式竟然差这么的多。而就结果来看，虽然政府已经有订定一些法规跟罚锾要求民众要做好厨余分类，但实际的执行状况并不是很理想。那么推测，这可能也跟大家的资讯不够流通有关。所以我们希望透过今天的这支影片，让更多人意识到厨余分类跟处理的问题。只要越多人注意到这些状况呢，愿意花一些时间了解自己所处地区的规范，确实的做好厨余分类，甚至有意识的减少厨余的浪费，或许我们就能够带来一些改变。那当然，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讲到的资讯可能不够完整，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知道更多，都欢迎参考我们的资讯栏。那如果你刚好也了解更多详细的资讯，也欢迎透过留言多多跟其他网友分享哦。那么在影片的最后，我们也想来问大家，你平常也有在做厨余分类回收吗？ A 有，家里回收厂呢都有分类，我们也都习惯跟着随手做回收。B 没有，我连有分这个生熟厨余都不知道了，那平常呢都直接当一般垃圾丢。所以不一定有的时候会分，有的时候觉得很懒就没特别分类了。第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厨余分类真的有用吗？此外，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垃圾分类其实根本没差吗？还有双北专用垃圾袋的秘密。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